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晋绝猴哥的对线以及团战技巧。来到了新的版本，现在晋的话，装备的话已经也是算是更换了。以前版本的话，像收集者。特别是这次的加强以后，收集者对于晋来说也是算作一种越早出越收益越高的一个。因为像晋的话，你知道晋首先它是不吃攻速的嘛，然后它主要是吃一个暴击，还有攻速越快的话，它的伤害也是，它的攻速会加到它的伤害上面。然后像晋的话，被动的话，它是有4发子弹嘛，最后一发的时候就是必定暴击，然后产生额外伤害。所以像收集者这个版本，因为它暴击以后，比如说它残血以后。你收集的就是你溢出的伤害越多，然后你的收益就会越高，获得的金币。所以现在对晋来说，这个英雄他现在是发育的话会更快一点。前期如果除了收集者能拿到人头的话。第二呢，有一个装备很关心的射手，基本上射手必出的一个狂风之力。然后能更好的去追击敌人，也可以拿来当做一个逃跑的那个装备，就是拉扯的装备。然后第二件呢，就补一件那个火炮。火炮的话，能让自己在中期团战的时候没有说手那么短。然后虽然说晋这英雄在他的被动呢。你打完第4枪的时候是有一个移速加成嘛，再加上你的迅捷步伐，然后你的召唤师技能的话，是完全问题不大的。但如果说有了火炮，那他自己的那个远程消耗能力，然后打完火炮以后也是有加速的，移速加成嘛。第3件的话就是要补一件那个无尽，因为暴击晋的暴击溢出是很高的，所以当他的暴击溢出的时候，那伤害就一套伤害的话，对面都扛不动。这里对面打野过来抓了。现在主战场都是射手，这个版本 AD 装备加长太多了，又有新的装备，又有新的调整。然后又有新的强化，所以 AD 装备，像我往期说的天使那些，为什么不玩 AP 了？就是因为 AD 装备收益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版本应该赛季初应该不会改的，但赛季初之后应该会做一个调整。然后后面的话就你看第4件。补第5件吧，补一个绿叉绿弓，然后再来一个银血，或者再来一个那个复活甲，保证自己的输出环境，或者说第2次的输出机会。符文的话就是还是老3样，迅捷步伐带3皇。然后再加一个灵光披风，就是为了保证自己脱离团战的那种包围圈什么的。然后再说一下，再温故一下这个英雄的技能吧。
像一技能其实就是弹来弹去嘛，如果未命中的话，就会弹到未命中的目标那里。但很多玩家只是把它拿来一个消耗，但有个点就是，最好是能在小兵快掉的时候去放，因为他每杀死一个单位、弹死一个单位的时候，就会获得一次的那个伤害提升。所以如果有缠的小兵，然后对方英雄也站在附近的话，你可以先扔小兵，然后弹到最后的时候打到英雄身上还是蛮痛的。像二技能就是释放一个很长的的一个那个目标技能，远程射击嘛，然后命中队友或者说自己造成伤害，或者说那个陷阱造成效果的那个就有禁锢效果。这里面开大收掉2个人头，回去补一件收集者。像陷阱的话，就是触发以后有个减速，然后爆炸以后产生魔法伤害，这就很简单了。近战英雄还是偏这个版本估计要重新定位一下。之前那个版本的话以前的版本吧，都是偏功能型，然后拉扯去造成伤害。现在这个版本可能得换一个思路了，因为 AD 加强了嘛，可能可以把它拿来当核心 C 位来打。像这个版本的暴击是完全是够了的，它现在很多装备像收集者，然后那个火炮，然后无尽，就是它现在的话，所有装备都是有暴击加成，然后再加上无尽的话，把暴击率溢出的暴击率转化成暴击伤害的话，再加上自己的那个满爆，那无尽对他来说这个提升太早出的话就可能收益没那么高吧，但你第3件出，保证自己的输出环境的时候，第3件无尽做出来的时候就很强。可能对面射手扛不住，会被第4枪直接秒掉。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精彩的画面。这里面对面都过来支援了，前期的一个团战没打好，这里卡特做了个小爆发，但对面卡萨还是可以的。这局皎月这个版本也算是吃到了红利，为什么？因为有那个无限法球这装备，对他来说还是蛮爽的。像无限法球，像加里奥的话，原先他现在这个版本的话，基本上加里奥的第1件装备要么无限法球，要么那个炉灯。所以这2个装备的话，对法师如果说那种像第1件就要做那个这2件就是做那个无限法球的英雄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实质性的弥补了一个，就是说他的新增的装备技能嘛，技能命中以后会降1次2段伤害，这个挺好的。像你们玩镜的话这个版本因为节奏太快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学着帮打野去清野，去拿资源。
如果你是边带英雄，那更需要了，像蛤蟆和石头这2个边路野怪，一定要去帮忙吃掉它，然后队友才有机会去那个往前压。如果说你不是那种很 C 的英雄的话，就尽量让出资源。但如果说你像玩安倍萨啊这些战士英雄，一定要学会去吃那个资源。这里螳螂来切，还好队友在，完美的一个控制衔接。因为打野如果想要去那个入侵，因为入侵对方野区的话，那有时候会想着啊，自家野区都没刷完，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想法嘛，那你就反而帮他刷。像蓝红 buff 呢，前期先不要碰。像如果说真的缺经济，那就刷呗，因为差一件大件，或者说很快就要下一波要龙团了。因为现在差不多6分钟就有一次资源团，所以刷野的话，打野的野是真的刷不过来的。这个版本一定要学会，就是中期开始吧，中前期开始就要帮忙刷野了。这里头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，伤害是初见模型。还是出了火炮以后伤害就已经很高了。回去补一件武镜。像如果说你玩镜还是没那么熟练，就是说就是你的手指没那么快反应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把灵光披风换成那个残骸。这样的话有个点就是别人秒你没那么快秒掉，因为你怕你的手反应不过来嘛。像有一些人他就是反应很快，然后这里直接一个暴击，基本上就扛不住了。前面你看那个圣还能扛一下那个伤害，现在完全扛不住了。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安全距离，因为你像螳螂和那个皎月，它这种切入是 ADC， 如果没保持距离的话，就完全很难退出去的，除非就有技能，有召唤师技能。看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还没有触发那个火炮的那个装备效果，他自己第4下的平 A 就让那个就已经快有1000的那个斩杀线了，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搭配这样的出装无尽做出来以后，对面是很难的。直接一个平 A 加 Q， 但好像辅助抢掉了人头。这样的话，等大龙等兵线过来慢慢进的话，就结束这场比赛了。那我就提前跟大家说啊，欢迎收看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或者想看的英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欢迎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